少爷，我想借3两银子去看病。你的命不值3两。东锦，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你不是教书先生的女儿了，而是我骆少宁的丫鬟。一个奴婢不该掌股，想要钱就跪下求我。我骆家虽是皇商，可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这20文拿去，薄命消受不起后福，没有富贵命，吃了富贵药反倒不好。少爷，您明明给东郡备了100年老身，为何又要这样羞辱他？顺子，你记住，一只骄傲漂亮的鸟儿，必须要折断它的翅膀，它才会心甘情愿留在凡人身边。我叫东锦，也叫苏凌霜。7年前，骆少宁病重，他和骆夫人前来求我苏家传的救命药。我父亲不顾自己病重，一心想我有个依靠，答应以药换取骆家婚约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只要先生肯救我儿，我愿许苏姑娘正妻之位，终生有所依靠。可如今我却只是他的奴婢，连生死都由不得自己。哎呦，这不是东锦姑娘吗？模样虽说清瘦了些，但底子是真好。白美人，你找我何事？好事儿，我来是给你说亲的。那可是个好男儿，读书人，前程敞亮着呢。能拿3两银子给我看病吗？能啊，别说3两银子看病，张秀才说了，还能给你买了新布匹做嫁衣，带上红绢花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过门呢。他真的愿意出3两银子给我看病？那还有假？他早就托我打听你了，说苏先生的女儿知书达理，是万万配得上他的。对啊，我是苏凌霜，不是什么洛府的下人东锦。从今天起，那个为了一句承诺忍辱负重的东锦死了。好，我嫁。哎呀，好姑娘！我就说嘛，我这双眼睛看人最准了，我一眼就瞧出来，你们这是天作之合呀！你等着，我这就让张秀才准备聘礼，上门提亲，保管风风光光的。东锦，你真要嫁给那个素未谋面的穷秀才？可少爷怎么办？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他不会不高兴的，他只会拨着算盘珠子算账，算我这些年在骆家吃穿用了多少钱，算我若要出府，应当还他多少钱。7年前，骆少宁吃了药，病情逐渐好转，我们在相处时也越发亲昵。可后来父亲去世，我守孝3年。再见骆少宁时，他早就不是当初面上飞霞的少年，他看我就像看一个打秋风的穷亲戚。少拿祖传宝物来哄我，天下若真有神药，也该在王公权贵手里，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教书匠手里。我们骆家不是会毁约的人，待少宁娶了正妻，就纳你为妾。我拒绝当妾，骆少宁便一口咬定我爹的药是假话，还要我赔偿爹爹死后骆府的500两随礼。苏凌霜，听说你爹爹生前名声还不错，我倒是要看看大家知道他的女儿用假药骗婚，欠债不还之后，还会不会敬重他。为了爹爹的清誉，我妥协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留在了洛府，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。进府后，骆少宁总想把我训成一只温顺听话的鸟儿，我稍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便要罚跪。丫鬟就要有丫鬟的样子，别在我面前摆主子的谱。东锦姐姐，自那之后，我患上咳气，也认了命，不再说自己本是良妓，一心只想还完债赶紧离开。我省下所有的钱，闲暇还做些手工补贴，骆少宁却缴了所有我做的香囊。东锦，你还不清的，这点银子莫说还不起利息，治你咳滞的药1个月便是5两银子，加起来，你现在欠我4900两银子。3日前明明是4200两。你竟然还敢用这样的眼神瞪我，罚你3个月月银，禁足思过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他根本不在乎钱，他只想打碎我的脊梁，把我困在骆家给他解闷。骆少宁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离开你，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。
你在府里的处境我也清楚，可少爷对你真是上心的。我自小在府里，少爷除了账房，花在你这儿的时间是最多的。这份上心，给你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对了，那姓张的什么时候来迎你？不知道，准备聘礼或许还得几天。冬姐，白美人带着个穷秀才上门提亲了，夫人让你快过去。这么快？白美人，这里是洛府，不是你该撒野的地方。送客。等一下。夫人误会了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这是城西的张秀才，他倾慕苏家小姐已久，听闻小姐身体抱恙，特备下3两纹银作聘，求娶苏小姐为妻。才3两，这也太寒酸了。这骆家随便抠块砖下来，恐怕都不止3两。东锦，别犯傻，骆家的富贵，在这城里没人比得了。可我不求富贵，夫人，听说您为少爷相看的妻子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很是正直。进我骆家就得守骆家的规矩。东锦，你是怕新夫人容不下你吗？夫人，我叫苏凌霜，不叫东锦。苏凌霜也好，东锦也罢，随你，你走吧。夫人，我帮你。不用，在这边，别怕，很快就到了。话本子都说读书人的心眼最多，你真跟他走，被算计了怎么办？再被算计，还能比在这里更坏吗？起轿！爷，这酒都凉了，快喝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爷的话，奴家名叫秋霜。你的名字也配带霜字？爷，奴家知错了，那您说，奴家应该叫什么？少宁哥哥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父亲说“凌霜”二字，寓意傲国迎霜，不畏寒冰，做人当如是。来人，少爷怎么了？回玉容县。少爷，咱们都出发7日了，这一来一回折腾，得吃半月才到扬州啊。我需要你算这账吗？飞哥传书回去，让东锦在码头等我，接上他，我们即刻换快船出发。娇子的每一次颠簸，都像敲在我的心上。娘子，到了。这就是新媳妇儿吧？看身形就知道是个标致的姑娘。多谢各位街坊，我备了些粗茶点心，请大家尝尝。我给你问了莲子羹，一时得折腾到晚上，你别饿着。哎呦，现在就开始疼媳妇儿啦，悄悄话留着晚上说吧。娘子，该喝合卺酒了。相公，原本我还担心他像爹爹的学生，学了些孔子孟子的，就抬着下巴看人，自诩高人一等，似乎并不是。娘走得早，也没人教我嫁人要做什么，可我又隐约知道那事不好做。娘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果然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我习惯了一个人睡觉，虽然成婚了，但这习惯一时半会儿怕是变不了。能否请娘子体谅？那我睡地上。不行，这里除了床就是桌椅，
你难不成是想让我睡外面？外面也不是没睡过，只是现在春寒料峭的时候，外面这么冷，一个咳病够让我难受的了，再得个别的病，说不定他就是故意的。看着好相合，其实故意为难我。他说不准就是瞧不上我。读书人多少把自己看得多能耐，定看不上一个丫鬟。可他也不想想，彩礼就3两银子，他难道还想找个贵女吗？他瞧不上就瞧不上吧，银子我可不会还他。那我去外头睡，但说好我要一床被子。胡说什么呢？哪有新婚之夜让新娘子睡外面的？我还有个房间，比这间小些，平常我就睡那儿。这屋子新打了床，被褥也都是新的，自然是给你睡，你安心歇着吧。啊！我竟然错怪他了。这好像人见他。他来了。不是，反了他了。限他一炷香内到码头见我，不然往后1年的月银都别想要了。少爷，东锦他不在府里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不在府里了？据说是城西的张秀才上门提亲，夫人同意让东锦走了。提亲？只是提亲而已，还来得及。你要去哪儿？爹，我让你去南下督察商会，你倒好，为了一个下人半路折返，像什么样子？爹，他不是下人，我们有婚约。一个妾室的婚约算什么婚约？我告诉你，若是耽误正事，损失的银两都从你私账出。是，我现在立刻启程。苏凌霜，你以为嫁给一个穷秀才就能摆脱我吗？顺子，加快行程，10天后必须到扬州。10天？不吃不睡也到不了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等我回来，一定把苏凌霜从那人手里买回来，花多少钱都行。不好，睡过了，洛少，你一定会惩罚。不对，我已经嫁人了。醒了啊，快来吃吧。慢些吃，别烫着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事，以前在洛府的时候，他们总是说：“东锦，别吃了，少爷要醒了。”东锦别打盹，快去伺候少爷。现在没有少爷了，在这个小院你是掌家，想几时起便几时起。那我现在进去再睡1个时辰，公子也不说我。今天不行，今天得去医馆给你看病。成亲后第1天，张维林告了1天假，专门陪我到医馆治病。啊！小心，牵着我。张公子，我打听过，孙氏医馆价格公道，看诊费加上药材，差不多3两银子就能治好。在洛府，洛少宁总是拿最好的药给我，可他给的药根本不对症，最后还变成了记在我身上的账。我们不去那家。为何？那里的药便宜。娘子，我知道你想省钱，但生病不是买东西，不是越便宜越好，要找对大夫，吃对药，才能把病根除了，人才能好受。第一次有人是真正关心我的身体，而不是在用金钱衡量我的价值。姑娘这咳疾，乃是忧思郁结于内，又受了风寒，郁火不得疏解，伤了肺腑。病根在心，不在身，
平日里是否时常感到胸闷气短，夜里难以安眠？是，大夫说的都对。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先吃7服，理气疏肝，清肺润燥，7日后便会有好转。多谢大夫，请问诊金和药材共需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10两？我哪里有这么多？春莹说她统共也才7、8两银子，要完又要背债了。我们走吧。走什么走？听我的。10两太多，1两。10两太多，1两。本店谢绝还价。1两多10文。大夫，我们也是诚心求医。我娘子这病根在心，药固然重要，心情舒畅更为重要。您这药价，怕是还没吃，我娘子的心就先堵上了。你这后生倒是能言善辩，罢了，看在你一片心意的份上，5两不能再少了。1两多20文，不能再多了。我原以为读书人都好面子，不愿沾染这些俗物，他倒是很接地气。你这秀才真是难缠，我的看诊费只要了你500文，剩下都是药材的钱，真没多要你。多谢大夫指点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抓药了。哎，公子，我们去哪儿？张维林带着我穿过几条街巷，来到了热闹的南市。他显然是这里的常客，熟络的和摊贩们打着招呼。张秀才，来看榜啊！县试的成绩还没出呢。本就是随便考的，不重要。李大叔，给我来2两当归，要成色好的。好嘞。你都没看那药方，怎么记得要买什么？我可是专业教书先生，光看运笔就能知道写的什么字。最后一个，齐了，我们走吧。这些总共才花了200文，谢谢公子。对了，钱我这就还你。娘子别嫌我丢人就好。不嫌。走吧。我们昨天才成亲，说到底还是陌生人，他会怎么看我呢？一个花了3两银子娶回来，还要再花钱看病的累赘。不行，我得问清楚。公子，你昨天没去书院，今天又为了我耽误了功夫，我却什么都没为你做。家里有什么活要我去做吗？没有啊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那我把诊金和药材的钱还你。娘子，你是不是对这门婚事不满意？没有不满意，是你出银子把我从骆家取出来，还出钱给我治病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怪我没把家里的银子交给你管着。等着，2两银子，290枚铜板，全部上缴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这才是最值钱的东西，上到5经4书，下到后宫野史，什么书我都有。陆少宁不让我看书，账本都不让我碰。有回我陪他去听戏，念了房间的名字，就被他当着众人面痛骂一顿。娘子不喜欢这些，确实，要我说，真正的宝藏还得是这个画本。没错，你看一遍，我看一遍，财富整整翻1倍。你终于笑了。你说什么？娘子，我父母去得早，什么都没留给我。你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，嫁给我是委屈了你。张秀才，张秀才，快出来！张秀才，天大的喜事儿！张秀才，恭喜你啊，你是举人了！我中了。是啊，榜上第一还是什么元来着？解元，他中了解元。对，就是解元，恭喜呀！谢谢李大叔特意跑一趟，大喜的日子，您拿着买壶酒沾沾喜气。哎呦，姑娘，这喜钱就用不着了。张秀才免费教我一双儿女读书，今天全当我来沾沾喜气。既然消息带到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娘子，我中解元了，我真的中解元了。是啊，恭喜相公，随便考就能中举，恐怕全县上下都找不出第2人吧。娘子，进京赶考路途遥远，我这一去，少则3月，多则半年。你在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按时喝药，别再劳累。我知道，你一切小心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张维林一去便是小半年，这半年他时常寄信回来，还有李大叔和邻里们照料，官府也时常送来米面慰问。我的咳疾逐渐痊愈，日子平静安稳。
直到骆少宁从扬州回来。难道是维林回来了？来了。东锦，玩够了就跟我回去。这人谁呀？是黄沙洛府的少爷，苏姑娘居然跟这种人有勾当。你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你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叫东锦的人。好，苏凌霜，你欠骆家的债还没还清，便依旧是骆府的丫鬟。我命令你，现在就跟我回去。骆公子，我出府是骆夫人亲口坑许，如今我已为人妇，与骆家再无瓜葛，请你自重。人妇，嫁给一个穷酸秀才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就这四面漏风的破院子吗？是啊，苏姑娘，您瞧瞧这院子，比咱们骆府的柴房都不如。这是少爷特意从扬州带回的云梦纱，一匹便值上百两银子，整个玉容县都寻不到第二匹。我不要。好，你不喜欢锦缎，那钱呢？你欠我的债一笔勾销，我再额外给你这些银子。那个穷秀才就算考中举人，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。他接了银子，他该不会要跟姓骆的走吧？那张举人咋办啊？我相信苏姑娘，她不是贪慕虚荣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些银子我们或许一辈子也挣不来，可我在这里粗茶淡饭，不宜金钗，却有相公敬我、疼我，有邻里尊我、护我，我活得有尊严、有底气。在骆府呢，我算什么？是你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玩物。你给的锦衣玉食，每一口都伴着屈辱；你给的富贵荣华，每一分都刻着卑贱。这些钱你拿回去，我的人生用不着你骆少宁操心。苏凌霜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生意谈不拢，无非是价码不够高，开个价吧。你要多少钱才回去？骆少宁，我开始觉得你可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若你真的觉得钱最重要，为何又愿意免了我债，还给钱让我回去呢？慢走不送。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明明只在乎钱，为什么偏偏要执着于它？你看看你这几笔账是怎么做的？这就是你学的规矩？父亲，那几户人家遭了洪灾，颗粒无收，我便按原价将治疗10亿的药材卖给了他们。蠢货！1两药材卖1两银子，那不叫赚，那叫交换。1两药材，在他们快病死的时候卖10两、20两银子，那才叫赚。这才是我们生意人该做的事情。我明白了。少宁，这是怎么了？不过是几个欠债的闹事，就把他吓成这样。洗不掉，怎么洗不掉？为什么洗不掉？少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苏凌霜，我不能见他，他一定会怕我的。他那么干净，一定会嫌弃我、厌恶我。少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准备彩礼。这些东西价值上千两黄金，娶个公主也够了。哪家的姑娘用得着这么多？是苏凌霜。都给我停下！少宁，在你小的时候，我便告诉过你，骆家少主这个位置，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，可当你真正开始承担责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个位置上长满了刺。我知道，过去是我做错了。可如今我只有钱，若这些我都不能给他，他怕是更不会跟我走。苏凌霜已经嫁为人妇，心早就不在你这里了。你就算付出再多，也未必能挽回她。我总得试试。苏姑娘，苏姑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等等，霜儿。以前我是对你太过苛刻，
但我对你的注意超过旁人10倍100倍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？是啊，苏姑娘，少爷备了100年老参给你治病，还有1000两彩礼，比娶公主还隆重呢。跟我回去吧，我娶你做正妻。洛少宁，你瞎了吗？先不说我的病早已好了，半年前我已经嫁给张维林，是张维林的妻子，绝不会背信弃义再跟你走。更何况，他很快就会从京城回来，你不必再做无用功。张维林他有什么好？我洛家有权有势，有花不完的银子，能给你一世富贵，我哪里不如他？你人品太差。关门！你干什么？放开！别动！苏凌霜，我倒是很好奇，如果张维林知道你今天成了我的女人，还会不会要你？洛少宁，你疯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强抢民妇，邻里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民妇，在我眼里，你从来都是我的人。至于那些邻里，我早就派人支开了，要么去了集市，要么被我用银子打发走了。现在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你别得意，我相公进京赶考，若是高中，便是朝廷命官。你敢动我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朝廷命官又如何？这群伪君子不知收了我洛家多少好处。更何况，你觉得他真当了官，还会看得上你这个曾为丫鬟的女人吗？放开我，洛少宁，你放开我！住手！别怕，我回来了。洛少宁，你敢动我娘子一根手指头试试？洛少宁，你屡次上门骚扰我的妻子，甚至意图强抢，真当朝廷律法是摆设吗？快跪！姓洛的，你竟敢在我们街坊邻里眼皮子底下撒野，欺负张秀才和苏姑娘，真当我们好欺负不成？少爷，这些都是野蛮人，咱们今天人手不够，要不先走吧？走什么？看他这副样子就是没考中。张维林，你把苏宁霜让给我，这1000两银票便都是你的，足够你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比考科举强100倍。洛少宁，霜儿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你用银子就能买走的货物。贾清高，你一个穷秀才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尊严？是，我虽曾是穷秀才，但如今我已是皇上钦点的状元，不日便会被朝廷封官。你觉得我还会稀罕你的银子吗？状元，张维林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自古状元都是高头大马，披红挂彩，带着随从浩浩荡荡衣锦还乡。你再看看你，一身风尘，衣衫破旧，连个随从都没有，也敢说自己是状元？相公，他不信你，我信你。我只是想早点回来见我娘子，有问题吗？考不上就考不上，还敢谎称自己是状元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卑职参见张状元，皇上已下旨封您为翰林院修撰，明日便须进京赴任，今日特来通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状元？张举人，不，状元公，恭喜呀，太给咱玉荣县长脸了。洛少宁，现在你相信了？不，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串通好的，故意骗我。一个教书的怎么可能中状元？没错，一定是骗我们的。公差大人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个穷秀才，怎么可能是状元？今有玉荣县学子张维林，天资聪慧，学识渊博，经殿试，皇上钦点为甲辰科状元，封翰林院修撰，即刻赶往京城赴任。钦此。少爷，不好了，老爷知道您私备彩礼，大发雷霆，限您即刻回府，否则就要亲自过来打断您的腿啊！走。苏宁霜，你等着，就算张维林当了状元，就算洛家反对，我也一定会把你抢回来。都怪我回来的太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疼不疼？我去拿些药膏给你敷上。你真的中状元了？方才公差说的都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原本我觉得自己也没希望了，可皇上似乎很重视我在民间的经历，说读书不能读死书，更不能死读书。
可惜今日没能披红挂彩风光一把，你爹娘知道的话，想必会很开心的。不可惜，能早点见到你就不可惜。你真的是读书人吗？哪本书里教的这些甜言蜜语？我都是发自肺腑，不需要学。这人简直没个正形的。对了，双儿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早就该带你去了，这也是我欠你的一个承诺。墓地？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我爹的墓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爹的墓在这里？你认识我爹？苏先生，弟子张维林苦读10年，终于考上状元，没有如墨您当年对弟子的教导与期望。所以，你是我爹的学生？是，当年我家境贫寒，父母双亡，连给他们下葬的钱都没有，只能在路边痛哭。是苏先生偶然遇见我，怜我苦读不易，不仅免费收我为徒，教我读书识字，还拿出银子帮我还清了欠款，让我父母得以入土为安。当时我便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混出个人样，将来高中科举，好好报答苏先生的恩情。可没想到先生走得太早，等我闻讯赶来时，早已物是人非。后来我得知你入了洛府，本以为你能在洛府安稳度日，便只能更加发奋苦读，希望来日能学有所成，将先生的这份善意还给更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平民学子。爹爹在泉下有知，会很骄傲的。哎，不对，你当初跟我说进京赶考只是随便考考，为何要骗我？也不是故意要骗你，你当时氪金缠身，心绪不宁，我不想让你因为我心里多添负担。再说科举之路凶险，万一没考上，岂不是让你空期待一场？他事事都先想着我，从未顾过自己。怎么又开始咳嗽？你上次吃药是什么时候？吃了多少？你现在是状元公了，怎么还像个老妈子一样？你永远是我要疼的娘子，跟我是不是状元没关系。走走走，赶紧回去，免得再冻着你。好，回家收拾东西，进京。我警告你，不准再去纠缠苏凌霜。张维林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新科状元，是皇帝心尖上的人，你再胡来，我便废除你的少主之位。我知道了。不过你如今这个年纪也是该成家了，我给你2个选择。如今骆家生意受挫，需联姻稳固地位，有2个选择，你自己选。陈家掌控地方官盐，能稳我们的财权；柳家京城侍郎之女，能帮我们打通官场门路。今有玉容县学子张维林，天资聪慧，学识渊博，经殿试，皇上钦点为甲辰科状元，封翰林院修撰，即刻赶往京城赴任。钦此。我选柳家。少宁，京城人情复杂，那柳家小姐也只是个小庶女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骆家若是想稳固地位，只有不断扩张，不进则退。好，有志气，我这就派人去柳家提亲。儿子告退。顺子，小的在，派人盯着张维林和苏凌霜，他们何时动身进京，沿途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一字一句都要报给我。少爷，他如今是朝廷命官，咱们这么做，命官又如何？现在我动不了他，可只要盯紧了，总有让他万劫不复的一天。维林，苏姑娘，你们一路保重，到了京城，别忘了咱玉容县的乡亲们。多谢李大叔，多谢各位乡亲，我张维林定不会辜负大家。谢谢大家这些日子的照料，保重身体。我们沿着官道一路北上，1个月后，终于抵达京城。奴才参见张大人，参见苏夫人，府邸已收拾妥当，请2位入内。前院是厅堂和书房，中院2侧是卧房，后院有小花园，还有一间暖房，冬日可养花煎茶。这里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了。对，这处宅子是陛下特批的，位置绝佳，隔一条街酒楼、胭脂铺、成衣店、医馆一应俱全，但又不至于太吵。
怎么样，夫人？我这样安排，你还满意吗？都是要做大官的人了，你这般事事都替我想着，就不怕传出去，人家说你惧内吗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夫妻之间相互疼惜，事事着想，这是情趣，他们懂什么？是吧，管家？是，大人和夫人请往里走，两位的卧房在中院东侧。我们成亲都半年了，一直分房睡，如今到了京城就要同床共枕了吗？怎么了？若是不合心意，我再让人改。没有，你睡里面还是外面？他还是怕跟我一起睡吗？我睡外面，习惯了一个人睡，没事儿。反正府上房间很多。我问的是床睡里侧还是外侧啊？夫人，你睡了吗？不行，太生分了。双儿，你睡了吗？不行，还是夫人，夫人比较稳重。他刚到京城还没适应，我若是唐突进去，反倒惹他不安。或许我应该叫他进来一起睡，我们本就是夫妻，成亲都半年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可他这几日对我那般温柔，应该也是喜欢我的吧？若是我就这么走了，会不会让他觉得我不重视他？他如今是新科状元，若是被人发现堂堂状元郎还要睡客房，定会被朝中同僚嘲笑，丢了颜面。不能让他被人笑话。我怕你夜里渴醒，天凉，给你送个暖屋。我去出宫。我这想的什么破理由，太丢人了。他会不会觉得我故意躲开他？这都6月了，还拿什么暖屋？我真是猪脑子。高堂放心，我定会好好待若瑶，婚后与柳家同心协力。洛公子客气，洛家乃是陛下钦点皇商，是若瑶高攀了，婚期就定在下月15，如何？全听高堂吩咐。苏凌霜，我们终于又要见面了。你太瘦了，多吃点肉。大人夫人，刘府派人送来请帖，邀二位明日赴府参加柳家庶女的婚宴。7月15，柳氏若瑶和骆少宁，他倒是贼心不死，居然一路追到京城，还攀上了柳家这棵高枝。柳大人位高权重，即便嫁的是庶女，也是柳家的正经婚事。如今人家亲自下了请帖，我们若是不去，反倒落人口实，说我们仗着状元身份目中无人。我们去。那便是新科状元张大人，果然是青年才俊，气度不凡。他夫人瞧着温婉端庄，难怪能得张大人倾心呢。诸位失陪，我去迎一位故人。张大人，凌霜，好久不见。骆少宁，她是我的夫人，不是你能随意直呼其名的。哼，张大人何必急于做出这副护妻的模样？我可是听说你们成亲这么久，依旧分房而睡。你怎么？我怎么知道是吧？你猜。骆少宁，你在大喜之日纠缠我夫人，说这些下作的话。哼，若是柳姑娘知道你这般心思，会怎么看你？我根本就不在乎这桩婚事，我这辈子只在乎她。夫人，回见。改日我再来看你。这个骆少宁简直欺人太甚，他那些话分明就是威胁，说我们府上全是他的眼线。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我，跟你没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有关系。如果我们没有分房睡，他就不会抓住这个把柄，也不会说出那些下作的话，
更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夫人的意思是，你同意我跟你一起睡了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我已带人彻查了府中所有下人，来路不明、形迹可疑者一共7人，都已经控制起来了。清除府中眼线，也只是暂时安稳罢了。按照大人的吩咐，我已带人彻查了府中所有下人，来路不明、形迹可疑者一共7人，都已经控制起来了。清除府中眼线，也只是暂时安稳罢了。只要骆家一天不倒，我们就一天过不上安稳日子。可骆家根基深厚，硬拼太过冒险。这件事交给我，我在骆府多年，深知他们的底细。倒卖良田、草芥人命、走私偷顺，每一条都是重罪。好，我夫人怎么这么能干？为夫一定是上辈子救了神仙，才能遇见夫人。瘦麻。对了，这是我给柳若苗下的拜帖，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，务必送到她手中。你要见柳若瑶，她刚嫁入骆家，若是她不肯见你，或是转头就把此事告知骆少宁怎么办？我调查过，柳若瑶虽然只是个庶女，但若是没点手段和心思，也不会争取到跟骆少宁联姻的机会，更不会在骆家站稳脚跟。她心里未必没有自己的盘算。夫人约我在此见面，想必不是单纯的女眷闲聊吧？柳小姐通透，我也不瞒你，今日约你是想跟你说说骆家的真面目，也想给你指一条明路。愿闻其详。骆家表面光鲜，实则内里罪恶滔天。他们靠放贷强取豪夺，逼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，伪造账目，透税走私，搜刮民脂民膏。骆少宁对柳家也并非真心，他只是想利用柳家的官场势力，稳固骆家地位。你和柳家都是他争权夺利的棋子。那夫人呢？你和我相公的往事我也听说过一些，你此时又何尝不是利用我，试图逼我和骆少宁反目，好达成自己的目的？骆家作恶多端，迟早会倒。与其被牵连，不如暗中效助，将来也好保全柳家，保全你自己。你说呢？你去见苏凌霜了？是，只是女眷之间寻常闲聊。闲聊？我最恨别人骗我。夫人病重，需在家好生休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半步不准出门。顺子，通知各大商铺，张府的米粮半伙，一律20倍价格供应。另外告诉翰林院的那几个人，让他们搞臭张维林。骆少宁最近的报复越发阴私，我必须得加快行动。这些罪证能否一举扳倒骆家？草芥人命，强占良田，透税走私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。今日我有意向陛下提起此事，可陛下态度十分模糊，只要骆府一天能为国库赚钱，恐怕就扳不倒他。那如果再加上我的证据呢？柳小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来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我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必须尽快说完。这是骆家在京城行贿各级官员的密账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你们务必收好。陛下最是忌惮官员结党营私，有了这份行贿证据，再加上之前的罪证，骆家这次彻底完了。多谢柳小姐，你也务必保重自己。我也是为了我自己，骆家能不能倒，就靠你们了。臣张维林弹劾骆家父子搜刮民脂，藐视王法。骆家逼死债户，哄抬盐价，强夺民产，私放高利贷，偷税走私，伪造债务，苛待下人，勾结奸商，行贿官员，9大罪状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。陛下明察，张维林血口喷人，他是挟私报复，故意污蔑我骆家。张爱卿，你可有证据？有，请陛下过目。结党营私，盘剥百姓，朕竟不知这天下是由你骆家做主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草民冤枉！拘押骆家父子，彻查骆家所有罪行，绝不姑息。放开我！我不服！皇上下令查封骆家，柳若瑶大义灭亲，揭发夫家罪行，其胆识可嘉，被封为嘉平县主。骆家彻底倒台，昔日被迫害的百姓纷纷上京告状。大人，为草民做主啊！
骆少宁被当即关进天牢。昔日锦衣玉食的骆家少爷，一夜之间沦为任人宰割的阶下。想吃饭就老实交代，受贿名册到底在哪里？想要名册，让苏凌霜来见我。骆少宁，我不会让你见他的。你不想要受贿的名册了？柳若瑶早已把名册赠给我了，我暂且按下不报，不过是故意折磨你。你当年让双儿受的每一分苦，我都要你加倍偿还。苏凌霜知道你这么心机深沉，这么狠毒？他不用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你的任何消息对他来说都是打扰。骆少宁，你就在这狱中慢慢腐烂吧。张伟林，张伟林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画什么呢？没画什么。哎，夫人画的是我啊，这画技倒是见长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这衣服画得太严实了，看不出筋骨。不如这样，我把衣服脱了，你对着真人画，岂不是更仔细一点？张维林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能不能要点脸？在夫人面前，我要什么脸？只要你要我就行。后来，张维林为官清正，升任清贵要职，百姓爱戴。我开了一间小书斋，自给自足，活得轻松自在。柳若瑶与骆少宁和离后恢复自由，与我成为了挚友。陛下感念我们刚正不阿，亲自匾额，表彰忠良。匾额高悬，正气凛然，只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。差了柱上的一副对联：尽节自持，千竿翠影含深林。冰心未改，万古清轰映素霜。